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眼睛上面有问题的人非常的多，而且很多人群啊都进入了提前化的一个阶段。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您刚45岁啊，眼睛就出现老花了，读书看报必须要戴上老花眼镜才能看清楚。或者呢，小孩子啊刚上1年级，眼睛啊出现了近视啊，这个被配上一个厚厚的近视眼镜戴在眼睛上面啊，作为视力的矫正。所以呢，我们眼睛啊一定要把它爱护好。你会发现，其实，在30多岁左右的一个阶层啊，还有很多人啊出现了视力模糊啊，看东西啊异常疲劳啊，见风流泪啊，眼睛看一会儿东西啊就涩的不行，眼睛里面发凉等等现象。今天啊，教给大家一套全能的爱护我们双眼的一个按摩操。这个方法可以保护我们的双眼，解放我们的双眼。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眼睛特别的明亮、清澈如泉，而且呢，看东西啊也会变得清晰不少，明显的进光量增加。如果你跟着我今天做完感觉有用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那么首先在这里呢，教给大家找2个点，这2个点非常重要啊。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的泪眼角下方啊，这个点怎么去寻找呢？非常简单啊，我们把一个眼睛啊闭起来，然后呢，用我们的这个手指啊，你看这样贴住我们的眼睛下方，也就是放在我们的眼袋上面，你看贴住，往内这么一顶啊，正好顶在我们的鼻梁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正好顶在这个位置，这个点呢就很重要，我们要把它往这个内方啊，就往内往下去按压，大概是这个方向啊。你看，就这样顶进去以后，把手微微的，你看往前逆一点啊，往下去按压啊。那么压进去的时候，感觉啊是发酸的、发胀的啊，甚至有些朋友啊，他这个辐射面啊能到整个面部的这个区域啊。那么这个点就找对了。你看啊，我们先找一下啊，手直接你看顺着我们的眼袋贴着它啊，往内这么一顶啊，就找到这个点了，在我们的鼻腔内侧啊，然后点着它。往我们的一个内部去按压，顺便带着一些往下的力啊，就这样去按，点进去。然后呢，你可以点进去，按进去以后，大概3秒钟左右，画一个微微画圈啊，就手指啊微微这样绕一绕啊，就这样微微画圈。好，这个点非常好啊，它可以把我们的眼睛啊解放开来，而且很多朋友做完以后会发现鼻子呼吸都通畅了啊，其实五官相通啊，我们就把这个点啊给解开啊。一般来说，我们去做上一个30秒左右就可以了。好。做完以后呢，我们再找第2个点，这2个点啊一定要粘合在一起做，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啊。第2个点是哪里呢？你看，同样是这个点，我们手指往上推着往上走，正好顶到上面的一个小骨头。这个骨头呢，就是我们的眼眶内处啊，它是一个棱啊，就是你这样，你看手这样啊，上下去拨，你会拨到一个像个门槛一样一个小棱啊。那我们就顺着这个点啊，你看推上去，再推下来。推上去再推下来，一定要往上顶啊！顶上去以后啊，然后酸酸胀胀的再往上一推，推到这个棱的上面啊，就是上下去推，往上先顶，顶住以后，你看它动不了，慢慢的再往上移一点啊，推上去啊。我们正常做的话是拿我们的大拇指这个位置啊，做这个点啊，上面这个内眼角上方这个点啊，最好是大拇指这个位置啊。那我刚才是为了给大家演示啊，所以我们用食指啊，这里要讲清楚一点啊。我们正常做怎么做？你看大拇指，你看顶上去。我这样做的话，大家可能通过视频看得不太清楚啊。但是你记住啊，就是顶着这个棱上面啊，然后啊看往上提，噔就提上来了啊。大家再注意看一下，你看换个角度看，往上顶，咚就上来了啊。你看顶，咯噔一下就上来了啊，就这样。找这个感觉，它有个咯噔一下，就是从我们的下面一直到上面啊，这个感觉。啊，那我们正常做是怎么做？你看手这样，那遮住我们的眼睛，把我们里面的眼睛闭上。你看，1、2，上面看一下啊，3、4、5啊，我们正常去做一个20下左右。做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眼睛里面啊酸酸的，有些朋友痒痒的啊，都是正常的。然后因为你做的时候都是闭上眼睛的嘛，然后你做完以后眼睛一睁，你会发现啊，明显的啊两边感觉看起来进光量不一样了，这边明显感觉特别的轻松啊，就是这样啊。那我们另一边也演示一下，你看，首先顺着这个往里面顶啊，顶住了以后啊，先顶住3秒钟到5秒钟，然后开始画圈，好啊，一共是做上一个30秒啊。做完了以后，再拿我们的这个手，你看用我们的大拇指这个位置啊。顶着我们的一个内眼角上方，顶着以后呢，你看手这样遮住啊，遮住了以后，好，开始，1，看，2、3，看我的手的动作，4、5，这个是我们的额头，看6，下面的手就这样啊，去做一个什么这个动作啊，7，看8、
顶住9、10、11往上去提，好，做完以后两个眼睛打开啊，明显的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动作啊，其实每天都可以做，但是我们做的时候切记一点啊，就是不要太过暴力啊，不要很用劲的去做。我们一定要是什么呢？柔和并且轻微，并且很慢的去做。这样的话呢，它才能保护我们的一个眼睛啊，然后同时做完以后也不会在脸上留下任何的痕迹啊，不会有任何的异样啊。所以这个方法非常的好，就分享给大家了。希望大家把这个方法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啊。每天啊，你看我们这个动作做上一个1分钟到2分钟，就能够对于眼睛啊非常的好。我是大为，在这里啊分享与众不同的养生小知识，来得快见得快，在别人那里啊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啊都会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谢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男人最怕的一件事呢，就是交枪太快啊，对方啊还没到这个点上，你啪一下，直接交枪投降了。这是一件啊对男人自信心打击非常大的事。但是你会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你的敏感度啊会越来越高。有些朋友啊，他这个时间啊就是短，很难去进行延长，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啊，就是你不够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没有掌握一套正确的方法去进行，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自由的掌控时间。换句话来说，今天我给你分享的这个内容，你只要把理论搞懂了，然后用我的方法运用到实践上，你就能够自由的掌控时间的长短，而且是完全由自己去支配啊，你能控制住它。但是有一个前提，你只要是能立得起来啊，你只要是能立得起来，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如果你立不起来，我们后面会讲一些方法啊。那咱们今天啊，先讲一下怎么样去降低我们的一个敏感度。这里呢，先给大家讲一下理论。我相信大家很多朋友啊都有这方面的经历啊，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啊，这个经历啊会更多。就是因为年轻人啊，他经验比较少，他会蛮干，有些时候啊就特别的快。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想出来怎么办呢？他大脑中啊就会去想一些大量的一些和这件事毫无关系的一些画面，从而他知道，这样降低我的注意力，似乎我就不容易出来了，是吧？其实你看这里重点来了，第一个降低注意力啊，这里呢为什么我们说第一个非常重要啊？因为它和我们今天讲的方法擦边了，但是它没有完全的掌握这个方法的精髓啊。我给大家来一个小道具，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是一个小泡泡轴，那中间有个通道，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下面和头脑之间传达的一个神经信号啊，神经信号。那么我们要知道，你所有的信号，包括触感、感受啊，包括痛感，都是由这个神经通道去传达给大脑的。那么大脑识别了这个信号以后啊，才会产生这种疼痛快感难受等等等等啊。所以呢，这个神经通道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大家看这个，我们假设当你只进行运动的时候它产生快感，这快感哗进来，把整个通道全部塞满，是不是？这个时候呢，你大脑只能感受到这个快感，对不对？但是呢，怎么样去降低你的敏感度呢？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信号口给它缩窄就行了。缩窄的方法是什么我告诉大家，第一个，学会发力很多人他的发力是不对的，他就是完全就是跟着自己的喜好来。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小腹让我们的骨盆做一个什么呢？你看往前就是做骨盆后倾，反复的，你看把我们的骨盆快速的做一个骨盆后倾，反复的去做。这个时候你是用我们的肌肉去发力，然后你会发现，当我们肌肉开始完全参与的时候，这个神经通道还是这么大，但是你的肌肉的参与的感觉会占定空间，对不对？是不是变相的开始压缩你的快感的信号了？好了，现在重点来了，我们既然要完成这个送胯的动作，那我们就尽可能的让更多的肌肉参与进去，这样的话呢，就能让我们的肌肉的一个感知力增加，从而降低我们下面的一个敏感度。那么做这个送胯的动作有哪些肌肉可以参与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腹直肌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骨盆往前你看做一个骨盆后倾。第二个是哪块肌肉呢？就是我们的臀大肌大家做的时候大腿往外给大家用这个小人展现一下这个姿势大腿往外微微下蹲，类似于一个扎马步的姿势大家看这个小人偶
腿一定要记住了啊，腿要往外啊，往外打开，这样往外打开啊，然后呢，身体重心要往下啊，这个时候呢，你的大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臀大肌啊，都在持续的发力。在进行送入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是什么呢？就骨盆后倾啊，用我们的腹部加我们臀部的力量，让我们啊整个下面送入进去啊。这个时候呢，你是让你的参与的肌肉啊尽可能的变多了。大家日常啊可以去练习一下这个姿势，去找一下这个肌肉发力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本来一个神经通道它就这么大。然后呢，由于你的整个感觉出来了啊，你看你这个肌肉参与进来了，慢慢的就把你的整个下面的敏感度啊一步一步降低，逐渐的你的这个敏感度啊就开始降低了，而且这个是立竿见影的，它并不是说你这个要好长时间练习，你只要能正确的找到这个发力方式，它这个感觉是立竿见影的。好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重点来了啊，光靠这一个啊才是一个小皮毛，后面才是重点，呼吸啊。呼吸非常重要啊！这个呼吸你会发现啊，就有些时候啊，你非常的疼啊，比如说疼了以后，你就会加快自己的呼吸，而且这种呼吸是本能的，或者深呼吸一口气啊。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这个呼吸可以缓解大多数地方的一个张力，让我们迅速的平静下来，或者迅速的降低这种疼痛地方的感受。这种场景我相信很多人都遇见过。我们把呼吸再加入到我们运动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只要配合呼吸啊，它就会形成一种什么呢？这个整个感觉啊，一下子就被降低的，而且呢，只要你还能立得起来啊，那么你这个时间啊，基本上就是完全自由来掌控。我们所谓的呼吸一定要做到什么样啊？叫做进去的时候你就要吐气啊。很多人说我这个，那我这个那我这速度得多慢是吧？那我们讲这个速度，其实有没有看过打拳啊？打拳击，它不是说你一口气要全部吐完，它是分段吐气啊。大家听这个声音你看，再看，练这就这样练呼吸。然后呢，换气的时候，抽离出来，这样去练呼吸。你把这个呼吸和动作去结合起来，你会发现这个感觉真的是行云流水。特别是你会发现我们越高级的运动越是要注重呼吸。只要呼吸的掌握的好，那你身体上面大多数地方都可以去解锁这个感受只有你自己才能去理解。所以呢，学会这个视频记住反复多看几遍，把里面的要素学会。第一个是动作参与肌肉感知，第二个就是呼吸，第三个自己练习，把它结合在一起呼吸不要乱记住一定是你发力的时候吐气分段式吐气不是一下子这样不行分段。这个方法我告诉过很多人，而且很多人试完以后当场就是给我发信息，就说这个方法实在太厉害了，知道吧？就很多时候就厉害到什么程度就后面你就不需要去刻意配合了。前期嘛是为了降低我们的一个敏感度，后面就不需要刻意配合了，直接就是就是他自己就能掌控了就你们这个呢，就是自己去试，自己就能知道这个动作的一个奥秘之处那话也不多说了看了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自己收藏。如果想转发给身边的这个朋友的，对吧？你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发给朋友。我是大伟，在我这里毫无保留的会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用的干货谢谢大家，没有关注的关注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小腹上面赘肉多，肚子里面是厚厚的一层脂肪包裹着咱们的内脏。面对这样的问题有很多人都非常困扰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减肥去瘦身，但是要么呢就因为动作难度过高，自己没有坚持下来，要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动作带来的效果和付出不成正比，最后没办法就放弃了。今天我要教给大家一套动作，这个动作可以深层的刺激到我们内部的一个核心肌群，
从而加快我们整个腹部的一个循环代谢啊，帮助我们更好的减少我们腹部的一个赘肉。同时呢，这个动作还有一个收腰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做完了以后，你的腹部啊就会往里面缩，而且很多人做完拿皮尺一量，哎，明显的少了1到2厘米啊。这个小动作真的是非常有用，大家做完以后感觉自己的腰围有明显变化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每天点开视频跟着我去做上一个2到5分钟，你的小腹啊就会一天比一天瘦。好了，现在我们来讲动作究竟怎么去做。咱们在做这个动作之前，一定要先找一下腹部燃烧的感觉。这个腹部燃烧的感觉怎么去找呢？双腿啊，我们把它并拢，并拢了以后呢，我们把我们的脚后跟啊来回的抬起来，就像这样啊。来回的抬起来以后呢，你会发现啊，我的骨盆啊会随着我的脚后跟的抬起，会干嘛？左右的去转，对不对？现在呢，我们要人为的去加强控制我们骨盆的一个转动，就这样啊。你看我脚尖抬起来以后，你看，去找一下什么感觉呢？这骨盆啊，充分的在转，而骨盆为什么能被你啊控制着去转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腹部的核心肌群啊在发力，你现在要找着一种什么呢？肚子向内收，同时用力的控制我们腹部来回的转动啊，肚子向内收。你不要小看这样的感觉，其实你想找到是非常难的啊。但是通过我们反复的练习啊，手摸着我们的腹部，给它一定的感觉，给它一定的指引，然后呢，我们的骨盆来回转动啊，控制住啊，来回的转。好，当你感觉腹部向内收，内部有一种微微的发热、发胀的感觉，那么恭喜你啊，我们腹部的燃烧感已经找到了。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动作啊做一个加强，然后呢继续去保持这样的感觉，你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瘦腹的效果。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加强，依然是保持我们之前啊双脚并拢，同时呢我们要开始把什么手往上伸啊，手往上伸，举过我们的头顶，然后把手啊合十，在我们的头顶合十，头部微微的向上看，然后把我们的腹部啊向内收紧。好，我们现在开始来做这个动作啊，大家看啊，正面给大家看一下啊，转动，上身也会随着摆动。然后我们来配合呼吸，我们大约啊快速吐10口气，然后吸一下，吸1口气，然后再来，啊，就这样。这个感觉啊，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做完以后啊，不到1分钟，你会发现你的额头、后背都会出汗。同时感受最强的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腹部。你会发现，通过这个动作，快速的加强了我们腹部的一个代谢，肚子里面啊是热乎乎的，而且即便你不发力，就是自然站直，做完动作以后，你的腹部啊向里面戳一戳啊，都是非常的紧致的。这就是这个动作给你带来的帮助。好了，接下来我们再重新的讲一下这个动作，给大家再练一下啊，大家最好跟着我一起去做。你看，双手举过头顶，肚子向内收紧啊，这个要素啊一定要记得。然后开始把脚后跟抬起来，来吐气，控制你的骨盆啊来回的转动。刚开始你的控制可能不会那么明显。但是随着这个动作啊做下去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控制力啊会逐渐的加强。好，吸1口气，吐10下，就这样啊。我们正常啊是1分钟左右为一组，每天做上一个3到4组啊，中间休息1分钟。每天你只要能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的肚子啊就一天比一天瘦。好了，今天的这个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